这期视频的主题是讲普通人如何向上跃迁阶层的。前面有一期视频叫做是什么将你束缚在社会底层，主要的内容是让大家认知到究竟是什么外在因素将大家束缚在社会底层。而今天的内容表面看是玄学，当你认真仔细看完后，你会发现这个视频讲的玄学并不是你印象中的迷信玄学，更多的其实是告诉大家如何从内在出发去改变自己的困境或者人生，而不是真的要大家去学玄之又玄的玄学，更不是让大家去相信什么一风二水三命运。这个视频会让你认识真正的玄学，并且学会如何用玄学的方法来提升自己的运势和生活质量。但不是谁都能看懂这个视频内容的，你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和思考能力，才能理解和接受这个视频的内容。因为这个视频会涉及一些深奥和颠覆性的观点，可能会让你大开眼界，也可能会让你大跌眼镜。只要你能坚持看完，并且认真思考，我保证你会对自己的命运有全新的认识和掌控。本期内容分为3个大的节点，来讲玄学视角从内在改变命运的方法。每一个节点之间都会有关联，看懂前面的才能看懂后面。第一个节点有3个问题，分别是命运是注定的还是可以改变的？什么是玄学？什么是因果？第二个节点是命运公式。第3个节点是玄学禁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节点，有3个问题，这个3个问题都需要你好好的思考。第一个问题，命运是注定的还是可以改变的？认为命运是注定的人能举出很多例子，比如发生的一些事情，无论想得多么周全，做了多少努力，最终结果总在自己意料之外，或者原本平常的人因为一些机遇，整个人生完全转变。这些难道不是命运使然吗？还有一些准确的预测，如果命运不是注定，又怎么能预测呢？认为命运可以改变的人，同样也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比如自由意志、主观能动力。行为是由自己的决定产生的，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你能决定自己是否要努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在命运改不改变这个问题上没有用。因为如果你想要检验命运是确定的还是改变的，需要一个最基础的条件，那就是参照物。一个东西的状态特性需要对比才能判断，而对比需要2个或2个以上完全一致的参照物。这里有一根筷子，你认为这根筷子是长的还是短的？你没有办法判断，你判断它是长或者短，都需要和另一根筷子对比才行的。每个人的命运只有一次，没有对比，其实就不存在改变不改变的问题。命运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在时间上留下的记录，时间只是人类描述物质运动或事件的一个参数。你的一举一动形成了事件，时间记录事件，每一个事件都是被行为创造出来，成为你的命运。时间只会向前走，无论你在做什么想什么，认为命运确定或者不确定，这些本身都是命运的一部分。现实中的命运没有改不改变，命运只会被创造，因为你这一生的命运只有一次，所以客观上也并不存在改变命运这回事。在第1期的视频中我说过，我的理念是人只能和自己对比，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让自己越来越好，比过去更好。你可以深入的想一想，为什么你会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那是因为你不满意现在的状态，或者你想要更好的生活。你想改变命运，真正的目的是想比现在更好，将你的命运变得比现在更差，这也是改变命运。但是这是你想要的吗？清楚目标的本质，整天想着要改变命运是很空的，让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才是实实在在的。真正的改变命运是和自己的过去对比，比过去越来越好就是改变命运。认为命运注定或者是改变，是你对待命运的态度，是你的命运观。我在做咨询的时候，其实能很清楚的知道每个人的命运观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认为命运注定，怎么做都没用，多少财富，活多久都是注定的。有的人相信自己，觉得尽人事更重要，办法总比困难多，想要的就自己去争取。也有的人相信大部分注定，细节上自己可以调整。甚至在一个人不同的年龄阶段，对命运的看法也会有变化。
年轻的时候自命不凡，要改变命运，年纪大了发现努力没用，开始认命，认为一切命中注定。但这些都只是你对待命运的态度，客观上不存在命运改不改变这回事，但在人身上存在认命不认命的态度。人们看待命运，并不是信不信命，而是认不认命。即使是相信一切都命中注定，而且无法改变的人，在过马路的时候也会左右看，想要顺其自然的人，生病了也会主动去医院挂号。相信人定胜天的人，在遇到危机时，可能也会下意识求天保佑。在经历过不断的失败之后，也会有一切注定的想法。很多人的信命，并不是真的相信命运注定，一切无法改变，而是认命。随着年龄增长，认识到很多事情自己无能为力，努力没有用，得不到想要的结果，选择了认命的态度。你可以细品一下自己的感受，是不是这样？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和命运相关的文章视频下面总会有人打这个评论，什么是终有，什么是强求？努力工作，认真生活，是不是强求？不强求，生病受伤了就等死，去医院干嘛？从几千年前，人类就开始建河堤抵御洪水，开采巨石铺路建房子，就是为了对抗自然命运。现在依然在做类似的事，以后也会继续做。我们是生命体，生命与非生命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主动性。生命有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生命的自我更新就是主动从外界获取能量的过程。狮子从来不会告诉自己莫强求，莫强求自己就会饿死。哪怕是草履虫这样原始简单的生命体，也会主动从外界获取能量维持生命。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是你尽全力之后但没达到想要结果。安慰自己的话，不是做都不做，就告诉自己莫强求。认为命运注定或者命运可以改变，是人对待命运的态度。你可以相信命运是能改变的，也可以相信命运是注定的。我不认为哪一种是好或者坏，无论哪一种都可以，这是你自己的选择，自己承担选择的结果。你认为命运是注定的，那就佛系一点，想要的没得到也没关系。你认为命运是可以改变的，那就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去改变。想要的东西就去争取，但是人很矛盾，现实中大多数人一边自诩着佛系，累了不愿意争了，看淡了，一边又对拥有的人羡慕嫉妒，想要又不愿意付出行动，不服输想争取的人又觉得努力没用，一切都是拼背景，安慰自己要看开。违背了自己的信念，人就会怀疑自己，焦虑和痛苦，人的内在痛苦就来源于此。人终其一生都是在认识自己，你是哪一类人，或者你要成为哪一类人，这些是需要你自己去想清楚的。第二个问题，什么是玄学？大部分人认为或者想象中的玄学，法术、符咒、鬼神、卜卦、占星、预测、信仰、意念、能量、祖荫、福报、轮回、因果、风水、修炼、不可知、不确定、无法理解等等。但真正的玄学可能和你想象中的不一样。大学或研究生是中国哲学方向的人会更清楚，中国的玄学本是指哲学，最初的玄学是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哲学文化运动。1923年，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以张君迈、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和以丁文江、胡适、吴志辉为代表的科学派展开了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这场论战差不多持续了2年之久。科学论战其本质是当时的中国哲学体系和当时的西方哲学理念的冲突。玄学本是指哲学，直到现代社会文化里，玄学才成为神秘、不能理解、无法解释的事情的指代。科学本身是一种系统的研究方法，但到现在，科学也演变成了应用的主体指代。我们会说什么东西是科学的，什么东西是不科学的。比如种一棵树要先挖坑，用手挖坑是不科学的，用铁锹挖就是科学的。那如果我用意念在地上挖个坑，把树种进去，这就是玄学范畴了。按我们现代社会对科学和玄学的定义，科学是已知且可以合理解释或应用的事物，玄学是未知
不符合已知规律，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的事物。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件场景，在3000年前，如果当时的人看到有人乘坐着飞机慢慢地从天上下来，以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那个时代的人会怎么认为呢？3000年前的人会认为是玄学，天上的仙人乘坐坐骑降临人间，会顶礼跪拜，祈祷神灵保佑。而现代的人就不会这么认为，因为飞机很常见。现代社会的定义下，科学和玄学真正的区别在于已知和未知，以及世界是否是可以被认识的。科学的发展没有尽头，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知道的越多，未知也就越多。科学是已知，玄学是未知，它们从来都不是对立的，而是一个整体，没有未知就不存在已知。几千年前的未知，现在是已知，现在的未知，几千年后可能会是已知。大部分人认为或者想象中的玄学是人类文化文明赋予的定义，法术、符咒、鬼神、福报、业力、轮回、修炼这些玄学，更准确的说应该是宗教学或者是宗教文化的一部分。信仰本身并不是玄学，但如果你的信仰是宗教，那人们会认为你是相信玄学的。奇门、卜卦、占星、命理，这些是预测决策学，是对规律的运用。方术、祝由是古医学的一部分，风水是环境学、能量学的一部分，祖音、意念、感应是能量学、信息学，因果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不可知、不确定、无法理解，是人类目前未知的领域，一般称为未知神秘学。重录，换个名字，你可能觉得玄学好像没那么玄了，对玄学的兴趣都降低了。因为我做过心理咨询师，这份工作让我很清楚，人们对玄学存在很多误解，玄学本身也存在糟粕。我知道一部分朋友是带着自己心中对玄学的答案来的，但是认清楚事情本身更重要。我当然也知道你期待的玄学是什么。中国民俗风水玄学3000问这本书上有你想要的答案，是更详细更细致的内容，我会将电子版分享出来，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还一些人对玄学有兴趣，热衷玄学，其实只是想借助玄学来走捷径，好不劳而获，期待弯道超车，相信有一个秘籍一样的东西，练会了就能天下第一。和赚钱一样，很多人并不是想赚钱，只是想有钱，这很正常，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很遗憾，不劳而获只是美梦。易经从头到尾都在讲做人的道理，以及社会和自然的规律，从始至终强调的都是个人自身的修为，反省自身，提高自己的德行，才能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少部分人对玄学的兴趣才是为了求知，是对未知事物的兴趣，想了解它的本质。对玄学的兴趣是对道的追求。古代有修炼得道，修炼就是修真，修真即是求真，道是通路，是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宇宙的规律，自然的规律，掌握并利用这些规律，谋求人类自身的发展，这才是得道。大部分认为或想象中的玄学、法术、符咒、神、奇门、卜卦、占星、命理、预测、意念、能量等等，这些是可以被认识和了解的，它们是另外一种规律的运用，和社会规律所不同的规律。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并不只有社会规律，去除掉家庭束缚、情绪束缚、经济束缚、知识束缚之外，还有其他的规律在影响我们。玄学本身不是捷径，真正的了解玄学，能利用玄学的规律，才是个人发展的捷径。玄学是另外一个视角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很多情况下你觉得做不到，其实只是受视角的桎梏。改变命运的方法，玄学版是从另外一个视角看待自己，用另外一种规律改变自己，让生活越来越好的方法。但这个世界必然存在人类还未认知的东西，生有涯，知无涯。第3个问题，什么是因果？你相信因果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好人有好报，做坏事会遭报应。你肯定听过很多类似的话，这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式，那就是一切事情都是因果联系，种什么因得什么果，世间万事万物都逃不脱因果法则。但现实是，好人不一定有好报，坏人也不一定会有报应，努力也不是一定就有好结果。你买得起宝马，可能也吃不上冰激凌；
努力之后有一定的概率获得成功，但也有一定的概率走向失败。我们所做的任何事只能增加结果的成功率，但无法真正的决定结果。你为目标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有用，但是不见得你努力了就一定能实现目标。这很残酷，却是现实。因果没有问题，它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但不是简单的一因一果，更不是绝对因果，而是多因一果、一因多果和多因多果。佛家讲因果，道家讲缘法，本质上都是事物的联系，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人与物之间的联系，物与物之间的联系。庄子齐物论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就是万物联系的思想。因果，因出现，果就必然会出现，果出现也必然有这个原因。但在生活中，大多数事情并不是绝对因果联系，而是相关联系。比如勤能补拙，努力就能成功；抽烟致癌，熬夜短命，因为前一天早睡了，所以第二天能早起；因为心情好，所以工作效率高。这些都只是相关联系，相关联系像是一条看不见的线，把与之相关的事物全部串在一起。任何一个节点出现变化，都会影响整个最终结果的变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命运无常。相关联系有强相关联系和弱相关联系，因果也就可以分为强相关因果和弱相关因果。上一个视频里，有一位看完关注的朋友问，为什么自己会看到这个视频，是因为运气吗？还是因果注定？你能看到这个视频，首先是我做了这个视频，这是起点。之后这个视频怎么被你看到，这中间就有很多的因素了。你看到这个视频，可能来自网站首页，可能是相关推荐，可能是朋友圈分享，也有可能是自己关键词搜索。但即使是首页，也不是所有人都会看到这个视频，相关推荐，也不是所有人都会被推荐，而按关键词搜索的就更不一定能看到了。即使看到这个视频，你也不一定会点开，点开也不一定会看到这里。首页推送、相关推荐、朋友圈分享、关键词搜索和看到这个视频之间是有联系的，但并不是绝对因果联系，这其中还有你过去的偏好、你的心性、当前的状态、身边人的影响、随机运气等等。因果有强相关因果和弱相关因果。如果你有改变自身的想法，你认为这些东西对你有帮助，你一直在看类似的东西，那你终究会看到这个视频，只不过是需要的时间长短而已。这些就是强相关因果。网站推荐、朋友分享，这些是弱相关因果。网站不一定会推荐，看过的人也不一定会选择分享。同样的，抽烟和致癌之间是强因果，熬夜和短命之间是强因果，早睡和早起之间是弱因果，心情好和效率高之间也是弱因果。生活中很多人很难突破现有的生活状态，其实都是在被弱相关联系的因果限制。你的生活中可能有过类似的事，比如某次考试、临考试前一天，你觉得复习也没用，干脆直接睡了一天，结果第二天考试成绩还不错，以后的考试很有可能你也不复习，选择睡一天，第二天参加考试。某一次的行为之后，出现了比较好的结果，人就会把这个行为与好的结果建立起联系。之后你会刻意追求这个行为的出现，实际上这个行为可能和结果之间没有太大关系，刻意追求这个行为反而让你丧失了得到好结果的可能性。我曾经在公众号分享过一个故事，一个炒股的老股民，他从来只穿红色的外衣，家里不能见半点绿色，但凡有绿色必定破口大骂不吉利。本身是南方人，却顿顿要吃红辣椒，整天上火、拉肚子、痔疮一次又一次，结果钱没赚着，落了个肠胃炎。穿红色衣服或其他的外在形式，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仪式或祈福，它会对自己有帮助。但这个帮助有多大呢？有这个精力放在核心的技术分析上，或者股票相关的信息获取上，不比天天吃红辣椒有用。一些运动员开赛前的特定动作、重要场合特定的衣服，他们认为会给自己带来好运，其实都是同样的行为，但本质上这些行为和事情达成之间是弱相关因果联系。这些行为对好的结果有影响，但影响有多大呢？
人生没有太多时间去重复尝试，对于你所追求的目标，你想要达成的结果，比如赚钱、工作事业、婚姻感情，你必须要知道影响它的强相关因果，然后努力满足强因果的条件。对于底层人来说尤其如此，太在意外在的形式带来的帮助，反而忽略了重要的强相关因果。如果你找的是弱相关因果，付出的努力很多，可能没有任何用处，甚至适得其反，这是自己限制自己。强相关因果才是事情的是核心，并且任何事情的强相关因果都不止一个。你所做的每一个行为，看起来有原因或者没有原因，它的背后都存在大量和它相联系的事物。行为产生结果，你所预见的、预料到的、没预料到的事情，背后都有大量的强相关因素，最终形成确定的结果。如果你能利用这些强相关的信息，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因果。命运是否注定？什么是玄学？什么是因果？命运是否注定是你的命运观，现在中的命运是你在时间留下的痕迹，时间只会向前走，命运是不断被创造出来的。玄学是另一个视角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是和社会规律所不同的另一套规律体系。因果是万物联系，是多因多果，强相关因果和弱相关因果，这三个问题需要你自己好好思考。你的人生只有你自己想清楚了才会有变化。下一个节点的命运公式是以这三个问题为基础的，想明白了这个三个问题，那就可以进入下一个节点了。现在我们开始讲第二个节点，命运公式。在是什么将你束缚在社会底层这个视频说过，我喜欢精神接生术去解释一个问的题答案，它可以让人更好的思考。请你思考一个问题，运动变化是永恒的，那世界上是否存在不变的东西？不变的东西当然存在，过去就是不变的。以现在为节点，时间可以划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过去是确定的，不会改变，未来是基于现在创造的，而现在是一个无限小的时间点。每一个人所能使用的时间只有现在，此时此刻。命运是一个人在时间上留下的记录，那就可以得出一个公式，命运等于过去加现在加未来。在前面因果的部分，我们知道命运中的一切都是因果联系所形成的，强相关因果又是因果中最主要的部分。改变命运就是用强相关因果去改变未来因果。命运中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强相关因果有哪些？我们把它具象化。过去的强相关因果有哪些？从时间线上来说，你的过去并不是这短短的20-30年，时间从诞生起延续到现在，记录了所有处在时空中的信息。现在的时间是公历2023年5月，它包含了从时间诞生以来到现在所有的东西。过去对你的影响并不只是你从出生到现在这段时间，几千年的文化、社会习俗、父母祖荫，在你出生之前就存在的东西，同样在影响你的命运。出生之后，你的父母家庭、你的成长环境、自身经历、你的学历、认知、思维体系、先天禀赋的本性、习惯、心性、基因，包括先天运势等等，都是过去的强相关因果。现在的强相关因果有哪些？你当前的状态、当前的思维体系、当前的能力、行为、学历、认知、自身的能量高低、当前的环境风水、心性、随机运气等等，并且这些是可变的。未来的强相关因果有哪些？未来的强相关因果只有两个，一是未来信息反馈到现在，也就是预知，比如你在一些重大事情之前的感应；二是未知的东西。过去、未来的和现在的强相关因果会有重叠，这张图很重要，后面还会出现。命运等于过去加现在加未来。过去对人的影响不是那个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发生的事情向未来的延伸趋势。你并没有一遍遍重复经历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已发生的事情带来的感受或结果在一直影响你。比如你今年大学毕业，你不需要每年都大学毕业，之后是建立在大学毕业基础之上来延伸的。现在是一个无限小的时间点，它所能承载的只有当前正在发生的行为和状态、思维、想法、随机运气、习惯、心性等等，只是在影响当前行为和状态。那这个公式
命运等于过去加现在加未来，就可以变为命运等于过去向未来的趋势加当前状态行为加未来信息。我们再进行简化，未来信息暂时忽略，公式就变成了命运等于过去向未来的趋势加当前状态行为。过去是确定不变的，过去向未来的趋势也就是不变的，当前行为状态是可变的。我们把这些因素进行量化，用数字字符号代替，就可以得到一个数学上的公式，现实命运就能用具体的数值来表示。命运等于过去向未来的趋势加当前状态行为，命运我们用 Y 来表示，当前行为状态用 X 表示。过去向未来的趋势是确定的，我们赋予它一个固定的数值 Z， 命运公式就可以变为 Y 等于 X 加 Z， 最简单的一元一次方程。这个公式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人努力奋斗却得不到成功的原因，比如一个人甲受过去影响束缚非常大， Z 这个数值就是负的。比如3，他当前所做的正向行动是正6，现实命运就是 Y 等于6减3等于3。另一个人乙过去向未来的趋势对自己是有利扶持的， Z 的数值是3，但当前的行动状态只有1，他的现实命运 Y 等于3加1等于4。乙的努力和行动能力很低，但在现实表现上依然会比甲命运好，即使甲的努力和当前能力都很强。命运公式 Y 等于 X 加 Z，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确定化，每个人都有过去，也都会有过去向未来的延伸趋势，我们把它统一定为数字6，这样更好理解。 Y 等于 X 加 Z 会变成现实命运 Y 等于 X 当前行为状态加6过去趋势。人希望现实命运越来越好，就是 Y 的数值越来越大，会产生4条准则。第一条准则 X 是不确定的，6是确定的， X 加6等于 Y， 不确定加确定，最终结果是不确定，也就是现实命运是不确定的，是每一个人一步步通过自己的行为创造出来的。第二条准则，过去趋势6是固定的，人能改变的只有当前状态行为 X， 想越来越好，只能通过当前 X 去改变，只有状态行为能改变现实。改变命运其实就是改变当前行为和状态，让它强大到足以突破过去趋势的框架，无论是现实中的思维、知识、努力，还是玄学意义上的运气、外力辅助，其实都只是改变行为状态的助力而已。底层的人终其一生就是在跳出祖辈留下的物质和思维框架，跳出就可以进入更高的阶层，跳不出，那还会在新的时代下重复父辈的命运。第三条准则，当前状态行为 X 越大，过去趋势6对现实命运的影响就越小，出身家庭、过去经历对现实命运的影响就越小。当前状态行为 X 越小，过去趋势6的影响就越大，越就受过去经历和家庭出身的影响。古代的人子承父业，一辈子可能都没离开过自己出生的小镇，也很少产生新奇的想法和行为，当前状态行为 X 的变化就很小，受过去经历和家庭出身的影响就会很大。地主的孩子以后还会是地主，长工的孩子以后还是长工。很多人觉得命运注定，就是受过去趋势的影响太大了，即使当前行动很强，也很难逆转状态。第四条准则，无论当前状态行为 X 的数值有多大， Y 的结果始终都会受到数值6过去经历、家庭出身、基因等的影响，有些人受影响大一些，有些人受影响小一些，只能尽可能减少影响，但人永远不可能摆脱它的影响。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想改变命运是想让未来更好，而能做的就是第二条，尽可能增大可变因素，也就是当前状态行为 X。 当前状态行为是可变的，在当前状态行为中，命运的强相关因果里有当前环境风水、当前能力、认知思维、学历、天命观念、随机运气、心性、自身能量状态等等。这些认知思维、学历、当前能力是社会因素，即是来源于过去确定的，也是可变的。环境风水是变化的外在自然因素，自身能量状态和随机运气是变化的内在自然因素，天命观念、心性既是社会因素，也是内在自然因素。
普通人改变命运向上跃迁的方法，玄学版就是用天命观念、自身能量、随机运气、心性这4个可变的命运强相关内在因素，从自身出发去改变未来因果。接下来的内容需要你认真理解。从命运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不存在一个确定能适合所有人的方法，你需要听明白这些内容，结合自己，走属于你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一个可变的命运内在强相关因果，天命观念。过去对你的影响，并不只是你从出生到现在这段时间，几千年的文化、社会习俗、父母祖荫，在你出生之前就存在的东西，同样在影响你的命运。你并不是一生下来就认为命运是注定的，或者命运是可以改变，你的命运观念是继承了前人几千年的观念。先秦诸子百家时期，各个流派的先哲都对命运有自己的看法。孔子对命运的看法是知命，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是希望人们能明白，做任何事，外在的成功是各种条件配合下达到的，但是外在条件是否配合，不是人能完全掌控的，人能做的是竭尽全力，成败在所不计，这种人生态度就是知命。老子对命运的看法是复命曰长，知常日明。常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知道事物变化的法则，人的思想就会明智，明智的人才能避免出现偏见，人的思想才能全面，而思想全面的人才能做到胸怀广阔，胸怀广阔的人才能得以见真理，得见真理的人才能屹立不倒。道法自然是强调人需要去遵循道的规律，并不是表明存在某种不可抗拒的天命，也不存在有意志的天在主宰一切。墨子的非命思想是明确反对命定论的。命定论总会把生活中的所有不顺或者顺归结为一种定数，自己很少会去积极主动的解决问题。墨子认为命定论是帮助暴君来欺骗百姓的，让百姓安于接受现实，无所作为，任由权贵欺压，不敢反抗，只能被动接受身份地位权力的不平等。世代为上层服务，断绝愉悦之心，也从思想上限制中下层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墨子的思想中，决定社会治乱和人们命运的不是命，而是利，上贤上同。墨家思想虽然在后世逐渐没落，但非命的理念依然在后世一些人身上得以传承。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孟子的立命，庄子的安命，荀子的知命，都不是说命运是注定的，也不存在有意志的天来掌控一切。但从汉初时期董仲舒受命改制的理念提出之后，后续的2000年，整个时代文化对命运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对命运的看法开始变成了一命二运三风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命不可违等。但你只要溯源，你就会知道很多都是断章取义。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这句话最早记载于清代小说《儿女英雄传》，是服务于小说故事人物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出自《论语》，但并非孔子所说，而是孔子的弟子子夏所说，且是在特定环境下说的话。《论语》颜渊，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司马牛忧愁地说道，别人都有好兄弟，但当我没有。司马牛的兄弟是宋国桓颓，为人很坏，司马牛不屑与其为伍，后桓颓谋反失败，死于逃亡途中。子夏说，我曾听说过，死生由命运决定，富贵在于上天的安排，君子认真谨慎地做事，不出差错，对人恭敬而有礼貌，四海之内的人就都是兄弟，君子何必担忧没有兄弟呢？看完整个对话，你就能明白，子夏是在开导司马牛，所以说才自己曾听说过一句话，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并不是子夏的观念，子夏只是为了开导朋友，就像你的朋友丢了一笔钱，很难过，你也会说破财消灾，富贵天注定，不要想太多，没钱再赚就是，并非是说富贵人力不可为。而且子夏和司马牛整个对话重点强调的是后半句，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2000年间，
封建王朝大环境是命定论，但依然有很多人勇于表达自己不同的观念。很多人都熟悉的一句话，我命由我不由天，是出自东晋原始道教的领袖葛洪。早期佛家思想中，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有可能。柳宗元，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文学家，他的著作《天说》，攻者自攻，惑者自惑，欲望赏罚者大谬矣。这是对意志之天的反对。柳宗元认为，礼乐法治、兴衰治乱是由人类自己决定的，不是天决定的，将人事成败的决定权收回到人自己手中。但最终这些思想都被淹没了。无论是这些被淹没的思想，还是刻意的断章取义，都是为自己的真正目的服务的。汉至清的主流是命定论，你得想想命定论的意识形态是为谁服务的。如果你真的想改变命运，你必须要了解这些天命观念是怎么来的。因为一个人的观念会影响他的行为，行为产生事实，事实被时间记录，就是命运。很多人不想知道这些观念怎么来的，只想知道自己怎么没的。不同命运观念的人会走向不同的路，这是命运的强相关因果。简单一点，如果你是一个认命的态度，你还怎么期待你的命运会转变？命运观念解决的是要不要走的问题，其次才是往哪走。要不要走比往哪走更难。大部分人对命运的观念是摇摆的，但你至少要保证它在一段时间内是稳定的，不能反复横跳，否则你的身心很快会崩溃。你想让自己越来越好，那就去做改变的事，没有什么是注定的，朝着你的目标去走就行。你认为命运注定，那无论好还是坏，都能安然接受，不怨天尤人。或者你到了一个节点努力过了，然后选择认命，就这样生活也挺好。其实想要做到佛系，接受所有，是很难的一件事，先拿起才能放下，有钱才能说钱不重要。能够安然的接受不公平，得不到依然是快乐的状态，能开心面对最糟糕的事，那才真正的佛系。没有什么事是坏事，当下每一刻都是最好的。如果不是这个状态，你躺不平的，佛系只是一个逃避的借口而已。清楚自己的命运观念，做与之相符的事，心行合一，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力量，也就不会再有任何东西能把你击倒。第二个可变的命运，内在强相关因果，自身能量。回顾我自己的经历，以及我在一些人身上所了解的表现，在某一段时间，你会进入到一个激情的状态，每产生一个念头想法，就能立即去执行，而且知道你自己一定能做成，完全没有平时拖延和怯懦，无所畏惧，一往无前，有发自内心的那种自信和冲劲。平时做不到的事情，在这个时间里很轻松就能完成，平时不敢做、完不成的事，也能从突然涌现的各种想法中得到解决，只要想就能做到，就能做好。就好像你从一个平平无奇的人，突然有了绝世武功，而且身体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平时要睡8个小时，做事情还分心走神。到了这个状态，睡4/5个小时，白天就不会觉得困，能长时间专注的去完成一件事，不觉得累。即使平时身体很虚，经常生病的人，也会感觉身体充满了活力，走路都会轻快很多。这个状态就是人自身能量的跃迁态。人的能量等级从低到高分为3个状态：低落状态、中和状态和跃迁状态。低落状态的人具现特征是这样的：很容易疲劳，一天睡10个小时都没有精神，注意力只能消耗在娱乐上，一做事就分心走神，30分钟都集中不了。思维阻塞，做事很难考虑周全，说错话或做错事，然后陷入后悔和自责，自身情绪受外界影响很大。中和状态的人具现特征是这样的：正常休息7到9个小时，能维持一天精力充沛，注意力能集中1到3小时才需要休息，有想法考虑之后再决定做不做，习惯性的以经验解决问题，新的事物在需要的时候才去了解。跃迁状态的人具现特征是这样的：想到什么立即就去尝试，并且能把它做成，注意力能集中3到5个小时，不觉得累，迫切的渴望了解新的事物信息。遇到困难尝试用各种方法去解决，一天睡4到6个小时就能很有精神，不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极强的自信，绝不退缩，
思维目标非常清晰。人的能量状态和当前时间段的先天运势有关系，但先天运势是来自过去，是确定的。先天运势带来的能量跃迁态的时间段可遇不可求，如果出现，一定要抓住这段时间。做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不要浪费。这个状态下，自己和世界的连接是完全畅通的，你会处在一个丰盛的状态，向更高层次跃迁，也会有源源不断的好事出现。这一段时间的取得的成就，绝对会让你长远受益，但能量跃迁态只能持续一段时间，有些是年轻的时候出现，之后可能再慢慢降低。如果在能量降低之后，还以跃迁态的方式做事，一是做不到，二是会对身体有很大损伤。互联网巨头的一个大佬的表现，我推测在年轻的时候是能量跃迁态，一天只需要睡4个小时，但现在那段能量状态时间过去了，还按照以前的方法来做，就会撑不住。对于个人的发展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如何靠可变因素，尽可能提升自己的能量状态，即使达不到能量跃迁态，也要让自己不出现低落态。客观上讲，很难达到能量跃迁态，不存在必定可行的方法，否则会出现种族跃迁。所以这里分享的方法仅供参考。自身能量跃迁态的核心因素有4个，分别是注意力、精神力、觉察力和领悟力。第一个，注意力。提升注意力，达到心流状态，这是在一件事情上的集中专注。砍柴就是砍柴，吃饭就是吃饭。分享一个提升注意力的方法。人在手眼心思考并用的时候，自身是非常集中专注的，比如玩游戏、绘画、雕刻、拼装等等。从手工类的东西入手会比较好，先从简单的手工，再到复杂的手工进行训练，以内观的方式着重体会整个过程的感觉，然后再把这种专注的感觉复刻到当前所做的事情上来，先做到注意力的集中专注，然后再提升注意力的持续时长。第二个，精神力。一些寺庙大殿中僧侣集体吟诵的场景，或者天安门广场几万人的排阵阅兵，你在现场能感觉到很强的一种能量，这些就是精神力的其中一种表现。精神力是指在生命体上存在的一种东西，深度冥想的方式可以活跃自身的精神力状态。第三个，觉察力。觉察力是对事物和信息的感知，我们周围每天充斥着大量的信息，网络时代人们获取信息更方便，但觉察力其实在降低。生命对外界进行觉察的目的只有2种，一种是进食，从外界获取能量，另一种是预防可能出现的危险。这2种形式都是以生命体的行动来承载的，行动越敏捷，反应越迅速，觉察力越强，所以觉察力可以用运动来提升，能加强神经反应速度的这些运动。竞技类的运动基本都可以。我个人比较喜欢拳击，但最近事情多，有段时间没去了，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找适合自己的方法。第4个，领悟力。领悟力是一个人的悟性，每个人都会有顿悟时刻，现实中的悟性和思维方式有关系。在第1个视频中有提到，系统化思维可以帮助人快速拆解问题，触类旁通。除了思维方式之外，我认为人自身的领悟力和创造力有关系，悟就是在你的世界中诞生一个原本没有的东西。创造力强的人，领悟力也强。早期中国佛教8宗里的佛心宗，不立文字，只传心印，见性成佛。佛心宗就是后来的禅宗，修行的核心就是顿悟。个人认为，禅宗的顿悟其实就是创造，创造力在人的身上和2个因素有关。一是足够多的新信息，量变到质变，需要你不断的接触新的信息。2是清明梦的体验，能逐渐掌控自己的梦。清明梦的方法以后再分享。注意力、精神力、觉察力、领悟力这4个方向能提升你自己的能量状态。能量状态提升之后，自己身上的束缚感和混沌感会消失，看世界会有一种很清晰的感觉。从底层向上跃迁，自身能量一定要跟得上。很早之前，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人分享的经历，有一个女生做涉外房产租赁中介，彪悍的不行。刚开始的时候，骑摩托车带老外看房，半夜都敢去，车子开得飞快，老外都求他慢点，说还想活。这几年生意做大了，
贴出来的房源都是4、5万的这种。然后他还做代开发票、代承包装修、买卖二手车，组织大型交友派对、租赁摄影棚等等业务。你无法想象一个看起来瘦瘦弱弱的女生，哪来这么多能量和精力做这么多事。看这些表现，我相信你能判断得出来，这个女生在那个时间段是能量跃迁态，处在这个状态里做事情，效率、成功率、对机遇的把握能力都会大大增加，用不了几年，你的人生就会完全不一样。而处在低落态，人生的发展可能不仅是停滞，甚至会往后退。提升自身能量还有其他的方法，这些方法暂时不适合分享，也不用私信问我，合适的时候我会发出来。也再提醒一下，不存在必定可行的方法，所做的这一切最根本的是让自己不出现低落态。第3个可变的命运内在强相关因果，随机运气。我们出生所禀赋的是先天运势，是来自过去，是确定的。而随机运气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虽然很缥缈，难以捉摸，但它确实存在。有的人一天之内能连续5个再来一瓶，或者只要涉及抽奖性质的活动，只要参加了就几乎都能被抽中，尽管不一定是头奖。再或者考试的时候20个选择题，瞎蒙能中15个以上。这些类似的情形，大多数人应该都有体验过，我们称为好运气。也有一些人一段时间内10个奖项里面选9个不中，排队买东西，每次排到自己都是刚好卖完，着急办事，但车都会晚点，这些我们称为坏运气。在随机运气上，好运气和坏运气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在短时间违背概率分布。好坏只是以你自己的利益角度去考虑的，但长时间看，运气一定是契合概率的。这就有另外一个问题了，既然随机运气是契合概率的，那为什么是别人中奖不是你中奖？这个问题需要好好思考，想清楚了，能让你更平和地看待生活发生的一些事。为什么是别人中奖不是自己中奖？这是因为次数有限，如果把时间拉长，在抽奖这个事情中，时间无限，你可以无限次抽，你一定会中奖的。我们所说的运气好或者运气差，是因为进行的次数有限，时间有限。运气好只是截取了时间中特殊的一段，考虑所有的时间，无限的次数，没有人能逃脱概率。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都是无限时间中的一段时间，而每个人在具体事情上所进行的次数也是有限的。所以有的人可能一生都表现出运气好的状态，有的一生都运气差。曾经看过一个新闻，最离谱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名护林员，35年里先后被闪电劈中了7次，而更多的人是表现为在有限的人生时间里，其中某几段时间运气好，某几段时间运气差。随机运气对命运很重要，但随机运气是自然规律，没有人能掌控真正的随机运气，能掌控就不叫随机了。改变自身命运，在随机运气上能做的是利用规律截取运气时间段。每个人运气好的时候是有感应的，把你每次出现好运气时候的表现和感受详细记录下来，下次再出现这种状态的时候，把那段时间用在收益最高的事情上。人具备主动性，随机运气会往概率分布回归，但已经发生的事情不会消失。只要你在好运气时候收益大于坏运气时候的损失，你的人生就是在向上走的。相同起点的人之所以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就是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最有利的事情。有些人可能意识到了要记录自己随机运气出现时候的状态，但从我了解的信息看，大部分人记录的内容并不是核心。随机运气出现，要记录的并不是当时的那个具体事情，而是事情不同状态变化时候的感觉、情绪和节奏感。分享一个我自己记录随机运气的表格简化版，可以作为参考。图片在随机运气上记录的数据越多，对自己的帮助越大。每个人都希望有好运气，但我认为对待运气的态度比随机运气本身更重要。歪打正着是人生幸事，但把它当作常态就是祸事了。运气确实存在，我们都希望自己有好运气，但不能把希望全寄托于此。遇到一个贵人，找一个好的结婚对象，从此脱离原阶层，的确会让人生命运有大改变。
遇到了是人生幸事，但不能把希望全寄托在这上面。第4个可变的命运，内在强相关因果。心性，我们每个人的性情、气质等等统合成一个人的心性。心性是来源于过去，是在先天本性的基础上，在环境中成长，最终形成的状态。人的心性包含了很多东西，有些人喜欢安静，有些人喜欢人多热闹，或者有些人乐观，有些人忧伤，这些只是心性中的一个，对命运来说是弱相关因果。但心性中有一个强相关因果，生命的韧性，它对一个人的命运整体趋势影响很大。这里有3个问题，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来评估一下自己的心性。请注意，这3个问题的答案不要思考，就看你本能的第一想法。第1个问题，你上一份工作月薪是1万，在找工作的时候，会不会想去看2万的薪资的工作？第2个问题，你刚入职一家新公司，不熟悉业务，总做错事，说错话，现在需要你接待一个公司的大客户，你的本能第一想法是同意还是放弃，把这件事交给其他人？第3个问题，你想找人合伙做生意，但发现吸引来的人要么不靠谱，要么是骗子，找不到出路，你的想法是不是自己可能不适合合伙做生意？这3个问题判断的是，在你看到一件事情未来可能出现的种种危机和困难之后，你本能的第一想法是放弃，还是这些困难有没有解决的方法？这需要你细品，没必要骗自己。你想要改变命运，必须要正确认识自己。放弃从来都不是问题，放弃应该是思考衡量后的选择和决策，但不能是本能想法。人生的路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遇到困难，你本能的第一想法是放弃或者逃避，就很难再有成长的空间，也一定会错过很多机遇。而在你看到一件事情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机和困难之后，你本能的第一想法是如何解决这些危机和困难，你就会去查找各方面的信息，去深入的了解这件事情需要具备哪些能力，需要多长时间完成，自身的情绪也会更积极，它会让你产生一种无畏的状态，让你更有自信。按照解决问题的想法一直往前走，你的能力、经验、价值就会不断提升，问题不断解决，生活就一定越来越好。你所能想到一切和层级有关的阅历、见识、思维、能力、智慧、情商等等，最初的根源都是你的本能第一想法，都是在你本能的第一想法是如何解决问题还是直接放弃的基础上成长来的。人分为2类，一类人会越来越弱，他们的本能在不断的逃避问题；一类人会越来越强，他们的本能在不断的解决问题。人身上的这种心性，我把它称为自身生命的韧性。具备解决问题的心性，对这一类人来说，改变命运、生活向上走，几乎是必然的事，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我曾经深入的了解过一些家庭，遇到问题第一反应是如何解决，他们的家庭是在往上走的。大部分的底层家庭，他们在遇到问题的第一反应是怪谁，这个问题是谁的错。审视自己，不需要假装，解决问题是你本能的第一想法，还是逃避是本能第一想法？如果逃避或者怪谁是你的本能第一想法，那你必须得用余生去改变心性、天命观念、自身能量状态、随机运气、心性，从这4个方向去加强或者改变，用这些去突破过去趋势带给你的原有限制，才具备向上跃迁的可能。这些规律是独立于社会规律之外的，无论你受不受家庭、情绪、经济、知识的束缚制约，你都可以从这4个方向加强自己。你可能没办法选择自己的出生、你的家境、你的基因长相，甚至人生中有很多东西是自己无法决定的，但你依然还能靠这些规律，让你自己的未来变得更好。现在我们就来讲第3个节点，禁忌。玄学的禁忌有很多，这个视频只说2个最主要的禁忌。第1个禁忌，低谷时期不要主动做坏事，让坏运到极限，以祈求否极泰来。否极泰来在人身上不完全适用，事物的发展是渐变的，由坏转好就要先到坏的极致，再慢慢向好转化。由坏转好，好的出现不是因为低谷到了极限，
而是你在这一段时间所做的事，积累的资源，这些正向行为的影响超过了低谷的影响，才会慢慢好转。低谷到极致只是转好的标志，而不是原因。没有正向行为，低谷就不会到极点，会一直差下去，不会自动转好。所以有的人处在低谷里，可以几年甚至10几年，而且越来越差。用物理学中的加速度能更好地解释这个问题。当你处在低谷并且在不断加重的时候，速度是在低谷的方向，加速度也在低谷的方向。这个阶段需要通过一些正向行为阻止低谷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物理学上就是不断减小低谷方向的加速度。低谷方向的加速度为0，只是表明低谷没有再进一步加剧变化。这个时候人还处于低谷的阶段，低谷还是在扩大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在低谷的时候做了很多积极向上的事，发现自身并没有好转的原因。这种状态下，大多数人就放弃了，并且给自己一个名义，这就是命。持续的正向行为，直到低谷方向的速度为0，人的状态才会逆转，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但人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在逆转之前承受不住，就会彻底崩溃。如果你现在处于低谷，等待不会让你变好，只会更差。你需要不断的正向行动。而最为重要，一定要谨记的是，在低谷状态不好的时间，千万不要想着主动做一些坏事，让坏的状态到极点，好祈求否极泰来。比如沾染一些恶习，酗酒、赌博、违法乱纪，否则就可能永远翻不了身。第二个禁忌，不要让自己陷在弱因果里，强相关因果达成，再追求弱相关因果。等级越高，弱相关因果和运气就越重要。改名、符咒、风水、方位、法事、借运、运势推演等等，他们对人的命运当然是有影响的，但并不是强因果。好吃懒做的人，调个风水，改个名字就发达了吗？那调风水的人，或者能改名的人才应该是世界掌控者。在强相关因果达成前，尽量不要去接触这些弱相关因果，不是没有用，而是不适合当前的阶段用。普通人只有当你具备了强因果的能力，再去追求这些。等级越高，弱相关因果和运气才越重要。从一名科员做到科级正职，只要你肯努力，多熬一些时间，总能升得上去。但是只靠努力，你能从科员做到厅级甚至省级吗？几乎不可能的。从科级到处级、厅级就需要关系背景，胜任处级、厅级职位的大有人在。没有背景的人，终身就在科级了。而从厅级到省级，拼努力和背景就已经没用。做到厅级的人，哪一个不努力，哪一个没有背景，强相关因果他们都已经具备了。想要再上一层楼，靠的就是弱相关因果。同样的，一年赚20万，上班努力一些，多拿些提成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你能靠上班拿提成做到亿万富豪吗？越往上，差距就越小，强相关因果反倒不重要了，因为达到这个等级的每个人都具备了这些。越往上，不确定性就越强，运气的成分就越大。上层的人，他们本身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等级越高的人就越会看重这些弱相关因果，谁掌握了弱相关因果的规律，谁就有了更上一层的可能。风水、运势推演、宗教法事、改名、借运，你看到有钱人相信这些，所以你觉得相信这些也会变有钱，那只是邯郸学步。处在底层向上的阶段，根本用不着去拼弱相关因果，只执着于弱相关因果会让人陷入虚无，看着有，但什么也不得到，是无根之木，镜花水月。我知道一些人对风水运势这些玄学的兴趣，是在低谷迷茫的时候有一个东西能让自己安定，寻求慰藉，这是人之常情，但不要陷在这里面。我还是希望你能清楚，你是想寻找慰藉，还是真正的想了解它，利用它让自己变得更好。低谷时期不要主动做不好的事，让坏运到极限，好祈求否极泰来。底层向上的阶段，不要让自己陷在弱相关因果里。对普通人来说，这两个禁忌要切记，对于家道中落的人则更要注意，一定不要做触及这两个禁忌的事，否则会越陷越深。改变命运是让自己越来越好，玄学和现实的做法都只是方法的一种，这些方法
都建立一个基础之上，那就是你真正的希望自己比过去越来越好，这是一切的起点。在《三体》作者刘慈欣的另一个中篇小说《朝闻道》里面写过一段内容，宇宙的排险者，一种来自高级文明的生物，监控着全宇宙的生命。一旦某种生命族群有能力探索宇宙大统一模型，排险者就会出来阻止。因为探索宇宙的大统一模型，意味着会在探索出来的那一刻毁灭宇宙。排险者来到地球，地球上的物理学家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警惕地球生命的呢？作为高级文明，什么时候感到地球有能力探索宇宙的终极奥秘呢？是普朗克时代吗？还是牛顿时期呢？总不能是亚里士多德时代吧？都不是。排险者说，是37万年前。那时非洲大陆上还布满了第4冰期的积雪，黑夜里有几个古人类的身影，驼着背，乱发披肩，其中一个人仰面望天，黑暗中的瞳仁映射出变形的星空。排险者解释，这个原始人仰望星空的时间超过了预警阈值，已对宇宙表现出了充分的好奇。当生命意识到宇宙奥秘的存在，距他最终解开这个奥秘只有一步之遥。地球生命用了40多亿年的时间才第一次意识到宇宙奥秘的存在，而那一刻距你们建成爱因斯坦赤道却只有不到40万年的时间。真正的伟大其实是抬头望向星空的那个瞬间，是你朦朦胧胧的好奇，智慧之光乍现。对于改变命运来说，改变就是在你产生改变的想法的那个瞬间。改变命运，让生活越来越好，是你的终极目标，是一生都在做的。不要期待看1-2个视频就能改变，一个视频就适用所有人也不可能。改变应该是你每天都在做的事，路漫漫其修远兮。只要你想改变你的命运，本频道的认知和思维会是你最好的良师益友。感谢大家的观看，大家请点赞、视频、订阅频道。